老贾，董胖子好日子快到头了，18路诸侯马上就到，咱得找机会跳槽。跳什么槽？凤翼，你又神神叨叨的，以后你发达了，别忘了拉老哥一把就行。野兽系统加载完毕，恭喜宿主获得新手礼包万金神力。万金神力，大象的力气，老子不装了，老子要当王总，泡最美的妞，打最狠的仗。相国，大事不好！关东18路诸侯30万大军杀来，孙坚已破防线，直奔细水关。反贼！全特都是反贼！谁敢出战？父亲勿忧，儿愿替方天画戟，尽斩其首，悬于都门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不劳温侯亲往，吾斩中诸侯首级，如探囊取物耳。我麾下还有这等猛人，你是何人？贾诩校尉麾下部将苏云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相国派这无名小将出战，恐遭联军耻笑我西凉无人。若输了头阵，士气大跌呀！末将愿往，并为相国排忧解难。华将军言之有理。苏云，对了，刚刚华将军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苏将军，我承认刚说话大声了点儿。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！力拔山河，封你为骁骑都尉，领兵5万去迎敌。相国，属下想要一人随军当副将。要谁？讨路校尉贾诩。准了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这功劳我迟早要抢回来。我说，你小子一身神力，谁砍得动？穿10件铠甲至于吗？刀剑无眼。咱狗教中人，稳健第一。你藏得这么深，今天突然展露实力，是想建功立业？建个屁！打响名声，方便跳槽罢了。老贾，跟我一起投曹操吧。疯了！相国兵强马壮，曹操算个屁！你找死别拉上我！董胖子荒淫无度，倒行逆施，他活不长了。老贾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赌命！我赢了，以后你跟我混。好，你想怎么赌？我赌今年3月，董卓必用毒酒揪杀废帝刘辩，还要诱杀大将皇甫嵩。怎么，老狐狸，不敢赌？激将法，好，就赌你说的。若你输了，给我当一辈子免费打手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跟了我，只要你能吃苦，就有吃不完的苦。禀将军，兵马点齐，随时可发兵泗水关。出发！禀苏将军，孙坚率3万精锐驻扎10里外。孙坚骁勇，且一心忠于大汉，万不可轻敌。崇汉，他一路北上，杀了荆州、南阳好几个太守，转手就把地盘送给了袁术，这叫忠臣。杀朝廷命官，他有这胆子？贾将军，苏将军说的一点不差。今早刚到的800里加急，孙坚确实杀了太守，地盘也全落入袁术之手。此事刚传到洛阳，他远在军中，如何得知？难道他真能料敌先机？凤翼，
既如此，我有一计可团灭孙坚，只需去上游水源地放毒。滚！老子要打响好名声，不是遗臭万年。哼，区孙坚就把你们吓破胆了，毛都没长齐，也配当主将？有种开城门迎敌！哼，我是主将，我说了算，气不气？看不惯就闭嘴，不然老子锤死你！凤翼，不打孙坚，我们打谁？一条小鱼。孙坚是先锋，除了他，谁还敢来送死？你莫不是故弄玄虚？吾乃报信之地报忠，关上反贼，可敢应战？我操！真有人来，又被你算中了。鱼儿上钩了，老贾，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，就决定是你了，老贾，下去把他阵前活捉了。你不要脸！我他妈一个40多岁的老头，你让我去斗将？慌啥？你才40多岁，走，咱们并肩作战。滚！谁他妈跟你去送死啊？兄弟们杀呀！建功立业就在今日！杀一个保本，杀2个稳赚！我操！苏将军，您一身神力躲我后面干嘛？我是辅助啊！抱歉抱歉，老六当习惯了，职业病。我操！光穿铠甲，忘了带武器了。不带武器，您打个锤子啊，将军！哼，练武的最高境界，万物皆为兵器。老伙计，委屈你了！无敌风火轮！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，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。离谱！我是不是来错战场了？这他妈是人！无命休矣！主帅已被俘，尔等拿那点破俸禄玩什么命啊？降者不杀！回去替我给曹操带个好，顺便告诉他一句话。走吧，兄弟，记得别乱跑了。你疯了！到手的敌将大好的战功，你怎么给放了？擒个废物算什么战功？这叫放长线，钓大鱼。为何抓了降将又放？我要禀报相国。关我屁事儿，爱咋地咋地。凤翼，你怎知报中会来？莫非你在敌营有细作？我掐指算出来的，赶了1天路，加上我的老伙计今日战死，我极度悲伤，要去休息了。孙坚若来战，不许出关。孙坚来了，全军戒备！来得好！今日就让我胡真名震天下！胡将军，苏将军有令，不许应战。滚开！老子乃西凉悍将，岂听他一个黄毛小子指挥？跟我冲！那是你的老伙计，你不仅不伤心，你还吃他。正因为他是老伙计，我才要让他与我文为一体。吃饱点儿，今晚干大事，夜袭孙坚。不可能，孙坚3万百战精锐，挟先锋之威，夜袭是送死。兵马再强也怕饿肚子，孙坚要断粮了。联军粮草由袁术调拨，袁家附敌国，怎会断自家枪先锋的粮？他有这么蠢？诸侯联盟各怀鬼胎，袁术怕孙坚居功自傲，他绝对会断。只要他粮草一断，军心必散，就是我们扬名之时。我这就派智袭去查。若真如此，今晚咱们必立大功。苏将军出大事啦！老李别慌，吃块马肉压压惊。吃什么肉啊？孙坚带兵急攻关卡了，胡真抗命出城，被程普10个回合刺死于马下。急攻！孙坚急攻了！孙坚真的断粮了！你又算中了。苏将军，孙坚急攻不下，已经退兵了。干得好！回头哥给你娶个嫂子。
他说给你娶个嫂子，又不是给你娶媳妇儿，你乐什么？林将军，探查清楚了，孙坚军中确实无粮，隐有哗变之事。将军真是神人！传令，去拿好酒好肉，我要挑100精锐骑兵，今晚干票大的。老贾，带上武器，跟紧我！我操你个没良心的！100人你也敢去夜袭3万大军？袁术狗贼！老子在前面拼命，他居然敢断我粮草！主公，将士们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再不撤军，恐生哗变。而且，属下担心玉水关守将会趁机夜袭。夜袭绝不可能！第一，断粮消息那黄口小儿根本不知道；第二，今日我急攻，他连头都不敢冒。这种缩头乌龟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来。主公英明，西凉鼠辈不过尔尔，无胆鼠辈而已。谢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操！这是什么绝世凶兽？这他妈还是人吗？杀一个保本，杀2个稳赚。魔鬼受死！我他妈穿了3层铠甲，你想用箭射死我？我操！3层铠甲，你是有多怕死？主公快走，我们断后。凤翼快走，敌军合围了。太爽了！孙坚遇上咱们将军，只能落荒而逃。这衙门旗挥得太神了，1寸长1寸强，只要我够长，他们就碰不到我。凤翼，咱们赶紧回细水关领赏吧。回什么关？此地离酸枣大营才100里，不如再干一炮大的。不妥，大的不妥！那边可是有20万大军啊！那是20万大营啊！你去送死，别拉上我！苏云，你个疯子！兄弟们，走，去给这冬天加把火！诸位，今日孙文昌连战连捷，来为孙将军干杯！盟主英明，孙将军神勇，董贼不堪一击。蒙德，他袁绍算什么盟主？依我看，你才最合适。允成，慎言。对了，你弟弟鲍忠呢？孟德，我悄悄告诉你，我派他抄小路去袭泗水关了。明日咱们就吃我弟弟的庆功宴。不知为何，我有种极其不妙的预感。不妙？怎么会不妙？简直是妙极了！弟弟，你不是去夺关了吗？大哥，败了！董卓手下出了个怪物，连马都被他当流星锤抡啊！曹将军，这是那怪物让我带给您的。孟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鲍忠，你说那苏云把你轻易擒获，还拿战马当流星锤砸人，千真万确呀！他还让我把这破铠甲交给孟德大哥，说要投靠他。一匹战马连盔甲8、900斤，抡起来砸人，你讲神话呢？逆弟，你丢尽了我的脸！区区一个无名小将，能不能在孙坚手下活命都难说。我曹操可不要这种满嘴跑火车的吹牛之辈。袁公度，你他妈的狗贼！文绍，你不在前线，怎么跑回来了？
装你大爷！老子在前线拼命，你断我粮草，害我军心涣散，被那苏云大败。你竟败给了一个叫苏云的无名小将，他带了多少兵马？100骑，仅仅100骑。书意，你刚才说苏将军真的指名道姓要投靠我曹某人？你刚不是还嫌弃他吹牛吗？哼，我承认我刚才说话大声了点儿。苏将军这等神人，定是看中了我曹某人的人格魅力啊！闻召息怒，是我手下副将擅自断粮，我私人赔你金银粮草，全当谢罪。哼！报！弟媳，有人放火劫营啊！什么？20万大军的营寨也敢劫？烧的哪家营寨？是袁术袁将军营寨。原来是袁公度家，那没事了。你们他妈的！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穷寇莫追，空有埋伏，先救火！别看戏了，快灭火！快躺下，我来帮你灭火。火还没灭，大家还愣着干嘛？一起救人啊！不要，让他烧吧！凤翼，夜袭联军，你名震天下的计划彻底成功了。战报如实写，别忘了给后方守关的老赵也记上首功。我等愿为将军赴死。天下大乱，我苏云的局才刚刚开始。将军，孙坚无粮，我们要不要趁机带兵去剿灭他的残柱？你问老贾，听他安排。你小子又把烂摊子甩给我。孙坚诸将肯定有防备，去了也是两败俱伤，不如死守关卡等赏赐。贾校尉言之有理。将军，这儿有一堆密报，是联军诸侯传来的招揽信。这里都是自家兄弟，密什么报？念出来，大家一起听听。这等机密都不避讳我们，将军对我们太信任了。袁绍愿出千金，公孙瓒愿封大将，刘备说愿与将军同床共枕，共创大业。断袍歌役，断袖真爱啊，凤翼。那刘备对你是真爱，要不考虑考虑？蠢！老子放着白嫩大姑娘不睡，去睡他刘大耳的床板。哼！而且袁绍给的这点钱，难道相国给不起？老贾，把这些招揽信和战报一起送回洛阳。相国知道该怎么赏的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苏云竟敢摆旗结营，大破联军，赏200金，赐骏马1匹，升破头校尉。堂堂西凉悍将才是个都督，这毛头小子竟爬到了我头上。苏云，你夺我机缘，我定要你生不如死。火鹿校尉又如何？泗水关以后还是我华雄说了算。岳父，今日心情不错，刚才华雄笑得那么猖狂，所谓何事？文幽啊，苏云大破孙坚，我刚封赏了他。华雄说西凉本部也该立功了，向我求了泗水关的守将之职，并立下军令状。我寻思着得平衡各派势力，雨露均沾嘛，就让他去接替苏云了。岳父，你糊涂啊！怎么了？你夺了立下盖世奇功的猛将兵权，转交给嫉贤妒能之辈，这是逼人造反啊！赏赐少也就罢了，你先看看我截获的这些东西。这是……可恶！这群反贼居然敢挖我墙角！岳父，你还知道别人在挖墙角？苏云把信全送来是为了表忠心，你倒好，卸了他的兵权，这不是硬生生把一员不输吕布的悍将往诸侯那边推吗？卸磨杀驴，徐姓吕布他们怎么想？
谁还敢给你卖命？这文幽，那赶紧把华雄叫回来！不可，朝令夕改会让西凉本部寒心。如今之计，得重赏苏云，直接封中郎将，追加千金50匹经卷，就说调他回来是另有重任，堵住他们的悠悠众口。快去传令追加封赏！将军，相国赏了您200金，还破格提拔您为破卢校尉。托您的福，我和老赵也各得了100金。才200金，也行吧，起码够娶媳妇的聘礼了。老赵，拿出100金，分给昨晚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百七兄弟。将军，那可是100万钱啊，够买几10个美娇娘了。您就这么全送给大头兵了？我苏云吃肉，兄弟们最起码得跟着喝汤。去分。我等愿为将军赴死。我等愿为将军赴死。走，闲来无事，再去联军大营暖战立点功。暖战就不劳烦你苏云了，我奉丞相将令接管细水关，你被调回洛阳了。不就是去联军大营念战吗？我会用行动告诉你，你能杀孙坚，我华雄比你杀的更多更好。夺功劳，卸磨杀驴，相国此举太寒心了。董卓已经不是当年的董卓了。冯异，我算明白你为何总想跳槽了。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不过，如果我说这华雄活不了多久，就会因为这次捏战死在联军大营前，别开玩笑了，凤翼。华雄虽然狂，但武艺惊人，联军那些土鸡把狗，谁能杀得了他？将军，您一走，华雄若真战死，联军攻打关卡怎么办？既然都是生死兄弟，我也不瞒你们了。董卓卸磨杀驴，咱们不如另谋出路。我走后，你们若信我，就带着这泗水关和数万兵马投曹操，这可是天大的见面礼。大丈夫岂能久居人下？将军，我们听你的，反了！信我，以后绝对可以活到死。活到死？把这信送去联军曹操大营。华种喜欢作死，我苏云就帮推波助澜，老六报仇，从早到晚。相国追加封赏，升将军为中郎将，赏千金，经酒50匹。哈哈，相国隆恩，苏某感激涕零。1000金肯定是李竹弄来的，你小子后半生不愁了。管他呢，这笔钱拿去当聘礼，明日我去蔡邕府上向蔡琰提亲。蔡伯景那老头最看不起武将，你拿什么追大婿女？老贾，记住一句话，先叫姐，再叫妹，最后变成小宝贝。只要敢追，他们绝对会热情的拒绝你。兄弟们，今日发财了！本将军带你们去青楼听曲，全场消费我买单。江湖女子的钱脏，算了吧。放屁！他们赚的是咱们拿命换来的血汗钱，怎么就脏了？问问兄弟们嫌不嫌弃？不脏，不嫌弃，誓死效忠将军。我操！凤翼，你他娘真是个人才！等等老夫。爱你孤身斩暗香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以前以为仙子在人间，现在才知道仙子在包间。报！寨外有人搦战。可是那苏云，非也，来将自称易水关新守将华雄。苏云就算了，阿猫阿狗也敢来踩我们。余赦何在？末将在，定斩华雄狗头。哈哈哈哈哈！此乃吾汝南名将，来人，擂鼓助威。报！余热将军被华雄一刀斩于马下。诸位将军，这鼓还擂不擂了？擂你妈！人都没了，擂个屁！换唢呐！还有谁愿出战？哈哈，小小华雄有何惧之？吾有上将潘凤，可斩华雄。末将潘凤愿取华雄首级，献于帐下。好，壮哉我联军上将！来人，斟酒。曹将军，苏云将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。苏云这小子真毒啊！华雄，你死定了！无双出马，定斩华雄。主公，我是统帅，不是猛将啊，我这是虚胖。怕什么？打上几十回合绝对没问题。潘将军，袁某最敬奉英雄，喝了这杯壮行酒，打出河北的威风来。谢盟主，潘某去也。潘凤统兵能力极强，是我夺取冀州的最大阻碍。今日
你就死在阵前吧。来鼓啊！你还愣着干嘛？妈的，一下擂鼓，一下唢呐，当老子是乐队啊！孟德大哥，苏云将军的信，真投我，还送我玉水关5万大军。这小子到底是诸葛见事，还是诱我送死？我得验证一下。报！潘将军战不几何，突然头脑发晕，被华雄一刀斩落马下，头颅已挂在刀尖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悔不该派无双去啊！潘父真的死了。苏云，你到底还有什么预言是我不知道的？曹老板，让我去吧。不可，你是我兄弟，不能涉险。苏云信中说有1人可斩华雄，我想试试。难道我几十万大军挑不出一个能胜华雄的？云长，此战若成，咱们3兄弟必名扬天下，可有信心？大哥放心，区华雄，插标卖首之辈，3刀可斩。去吧，记得千万别喝袁绍的酒。本初，我曹某推荐1人，定可斩杀华雄。哦，孟德欲推荐何人？我要推荐之人，正是公孙将军战下刘玄德之弟关云长。敢问这位壮士身居何职？在我大哥身边，充当马公事。区一个马公事也敢出战，欺我联军无人吗？来人，插出去！公路无极，他气度非凡，说他是将军，谁又知道？让他试试何妨？去吧。若斩华雄，我记你大功。酒且斟下，关某去便来。华雄已灭，小小鼠辈不过3刀耳。潘凤被灭，关羽灭华雄，全中。苏云，你简直是我曹某的亲爹呀！元让，集结本部5000兵马，明早随我攻打泗水关。曹老板，你疯了！咱们5000去打人家4万多，那是鸡蛋碰石头。主公，吃力不讨好啊！别人投降也不可能投咱们5000人啊！老子有苏云教主，可当100万雄师。你们别管，跟着我去就行，保准拿下。曹阿满，你脑子抽了去打细水关？你要能5000人打下来，老子倒立拉稀。老贾，睡什么睡？起来嗨！别闹，上年纪了，步步叫容易肾虚。生前何须久睡，死后自会长眠。走，带小爷我去蔡邕家，小爷要去提亲。老贾，走快点。蔡妍今年刚好16，要是去晚了，女神可就被魏仲道那病秧子截胡了。你大清早把我从被窝挖出来，就为了去求亲？我连他长圆长扁都不知道。昨晚谁在青楼搂着柱子喊亲娘的？少废话，带路去蔡邕家。出啥事儿了？敢去投胎啊？别拽我！前面有个活菩萨的富家小姐在施粥发粮，去晚了就没。壮士，我能走了吗？我还想抢点布给我儿子做衣服呢。去吧。非常漂亮的富家小姐，走，老贾，凑个热闹去。刚还吵着去蔡家提亲，这就见异思迁了。忒渣男！老人家，慢点走，拿好。我操！洛阳还有这等极品美女！从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连以后我们俩埋在哪儿都想好了。莽夫没文化，夸人都只会说卧槽。老贾，我敢打赌，这姑娘脾气绝对好，有道是穷凶极恶。你看她那规模，必定温柔善良。你这又是哪个夫子教出来的？看也看过了，还去不去蔡家了？当然去。这姑娘再美，能有大才女蔡然美？我苏云可是极其专一的男人。李家大少来了，快跑！家里有闺女的，快藏起来！果然是美女。小六子，今天你立大功了，少爷喜欢就好。来人，把这位小娘子请回府上，本少爷今晚要与她秉烛夜谈，谁敢阻拦，一律就地惩戒。大胆狂徒！我家老爷可是当朝大儒，惹急了，我家老爷的笔杆子戳断你全家脊梁骨！哈哈哈，老子管你老爷是谁，在这洛阳城，我李立怕过谁？给我上！你们别过来！光天化日抢强民女，你问过我手里的拳头了吗？哪儿来的傻大个？本少爷的事你也敢管？嘿，肾虚仔，看飞碟！
这位大哥，救我！我会让我爹好好感谢你的。啥玩意儿？英雄救美不都是美女以身相许吗？让你爹感谢我，我还得养个糟老头子。老夫活了半辈子，就没见过这等奇葩脑回路。给脸不要脸，给我打他！块头大，能打得过我们50个人？我操！拿我当挡箭牌，你脸呢？抱歉，老贾，习惯了。兄弟们，告诉他谁人多。给我打，留口气就行。看到你们有一半人抨击这畜生，我很心痛。另一半人是嘴贴封查了吗？骂人会不会？要不要老子教？别打了，我要报官！你们当街行凶，我治你们的罪！抱歉，老子就是官。当官的又怎样？你知道我叔父是谁吗？我叔父是相国手下大将李处。糟了，李据手握5万重兵，极度护短，这小子杀不得。这位大哥，要不算了吧，别因为小女子为你招惹杀身之祸。知道怕了，现在跪下把这小娘子送给我，否则老子让你满门覆灭。李傕又怎样？想灭我全家，我先送你下去见他们。苏大哥，你就住这里啊？这么小的院子，怎么伸得开腿呢？我又不属长颈鹿，一个人住怎么伸不开腿？再说了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，何陋之有？苏大哥，那幅字我能看看吗？看呗，写出来不就是让人看的吗？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好字，好一手骈文。这字体方正刚毅，君子之风跃然主上。敢问苏大哥，这是哪位大儒的墨宝？难道是钟繇钟大人？钟繇？我哪请得动他？这就是我闲着没事自己瞎写的，字体叫郑恺，也是我瞎琢磨自创的。这等绝世篇文，竟是这壮汉所作。自创字体，连我爹都极难做到。他不仅武艺高强，才学竟如此惊世骇俗，文武双全。相逢即是缘，看你挺喜欢的，送你了。不值钱的玩意儿。这太贵重了，拿出去定能轰动文坛，怎么能送给我？拿着，我去换身衣服。身怀千金，却居于陋室，绝世才华却视公平为粪土。好一个淡泊名利的奇男子！苏大哥，你这文雅打扮是要去哪里啊？当然是去提亲啊。提亲？不知是哪家姑娘，竟有如此福气，能得苏大哥青睐。当朝大儒蔡邕之女，洛阳第一才女蔡妍。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苏大哥赠的陋室铭，是我收过最好的礼物。顺手的事儿，快跟你家护卫回去吧，别让你爹担心。这么优雅水灵的姑娘，不留人家喝杯茶，不像你的作风啊！我可是纯爱战神，我心里只有才女蔡怡。走，买礼物，去蔡邕家提亲。小姐脸都红透了，还在想那位苏大人呢？死丫头，胡说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光顾着看字，都忘了问他全名了。您还是先想想怎么挨老爷的骂吧。偷偷跑出府，老爷非扒了咱们的皮。未出阁到处乱跑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大儒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老爷别骂了，着急还是个孩子。孩子？别人家这么大早生娃了。从今天起，关他3个月禁闭，不准大出西厢半步。爹，我有个绝世好字给您看，您看了肯定。报，门外有2位自称讨虏校尉与破虏众张将的大人前来拜访。同僚上门，切不可失礼。吴娘，速速把这丫头带去后院，别让外男撞见。娘，女儿不后悔出门，不然怎么能结识苏大哥那种奇男子呢？苏小友如今可是相国面前的大红人，摆旗踏影，老朽心神向往啊。蔡老过誉了，小子最敬仰您这样的大儒，今日特备薄礼前来拜访。来就来嘛，还送什么礼？以后可别这样了，礼来了就行，人下次就不用来了。口误，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2位快请坐，来人，煮茶。蔡老，实不相瞒，小子今日备下厚礼，不仅是来拜访，
更是为了向府上千金蔡燕提亲。娘，那位苏大哥全名叫苏云。什么？提亲？二位快尝尝老夫亲手煮的茶，提神醒脑。老登，实不相瞒，我今日有大事相商。老登，这是何意？家乡话，指毕业多年、登峰造极的老前辈是尊称。哈哈哈哈！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这称谓老夫甚是喜欢。老登，听闻令爱待字闺中，小子斗胆上门提亲，公若不弃，云愿拜为岳父。凤至勇猛无双，只是小女脾气骄纵，想找个熟读诗书的才子。摊牌了，其实我也是读书人，号称小镇做题家。哦，那老夫考考你，《论语》中朝闻道，夕死可以作何解？早上打听到去你家的路，晚上就顺着道去灭了你。那君子不重则不威呢？君子打人必须下重手，不然就树立不了威信。庶子安敢辱我圣人之言？滚出去！老蔡别急，孔夫子身高2米多，单手托举几百斤城门栓，你以为他游历六国，真是用嘴讲道理的？身后3000提剑小弟，在那个乱世，敢不听他讲道理？要不要让老夫以德服人？学文是为了给莽夫讲道理，学武是为了让莽夫听我讲道理，这才是《论语》的精髓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这《论语》绝妙，老夫要把招娘叫出来，见见你这等奇才。来人，快请大小姐到前厅。爹，您找女儿。苏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赵姬，哦不，蔡大小姐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来提亲的。等等，你们俩认识？老壁灯，别管这些细节，聘礼200斤，你看咱们这翁婿关系能不能成？200斤，皇子娶亲都没这规格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，主要是小女她500斤，我就中意令爱女。我操，真不是钱的事儿，这聘礼太1000斤，一句话，行还是不行？贤婿，你看人真准，老夫就欣赏你这种多才多艺的俊杰。老夫真低估了你的超能力，节操呢，蔡大叔。这贤婿不仅出手阔绰，还懂厨艺，赵子真是有福气啊！娘，贤婿啊，这牛百叶能吃吗？屠夫都是当泔水扔的，而且汉律不许杀耕牛。你这牛肉来路正不正啊？岳父放心，据家仆汇报，这头牛是殉情死的，肉里充斥着爱情的味道。殉情？你当老夫3岁小孩呢？来，岳父尝尝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脆爽弹牙，麻辣鲜香，这是什么神仙美味？这就叫老重庆火锅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天塌了！慌什么？何事惊慌？这5000西凉铁甲把咱们蔡府围得水泄不通，说要抓杀他侄儿李立的凶手，交不出人就要踏平蔡家。终于来了，等他很久了。慌什么？区5000狗腿子，让他们在外面等着。来，岳父，毛肚好了。大军为辅啊，贤婿，这怎么吃得下呀？这毛肚讲究7上8下，多1秒则老，少1秒则生。天塌下来，吃完再说。嘶哈，好麻，好辣，嘎嘣脆，这比宫廷御膳还要好吃100倍呀！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今日才知道何为珍馐。贤婿啊，你这造诣简直深不可测。岳父，我不光懂吃，我还懂算命。贤婿还会给人看相算命？我不算人命，我只算国命。算国命？这里没外人，贤婿算出什么了？龙脉已断，汉室将倾，诸侯四起，战火将延绵100年，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住口！大逆不道！老夫一生忠于大汉，你怎敢出此狂言？董相国正在评判，大汉怎会分崩离析？董卓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；关东诸侯名为秦王，实为割据自立。他们谁将黎民百姓放在眼里了？老夫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天下绝不能乱。识君之路，我问你，汉路何来？你常以忠臣自居，那你忠的到底是那个傀儡小皇帝，
是残暴的董卓，还是这天下正在易子而食的黎民百姓？谁是苏云？给我拿下！乱刀砍死！岳父稍坐，天下大道，等小婿杀完这群狗，再与您细聊。回去告诉李傕，他侄子李立就是我杀的。想报仇，让他亲自来。滚！岳父，咱们接着聊。你问汉路何来，自然是来自天下万民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你所谓的忠心，若只在乎上位的君王，而无视底层易子而食的百姓，那在史书上不过是可笑的愚忠。老夫自诩大儒，竟不如你一个武将看得通透。难道我大汉真的没救了？岳父，算国命太沉重，我给你算算最近的3件大事吧。其一，泗水关将破；其二，董卓会杀袁伟全家，迁都长安；其三，董卓会一把火将这100年洛阳烧成白地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华雄勇冠3军怎会败？相国又怎敢冒天下大不韪火烧国都？荒谬！准不准？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希望岳父早做决断。老贾，走。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赵姬，爹给你定了一门亲事，对方年纪轻轻便是中郎将，且胸怀天下，更出了1000金的聘礼。你准备准备，择日成婚。不，爹，女儿不嫁，女儿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放肆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对方是何人？他叫苏大哥，虽然只是个没官职的小武将，但他才情绝世。爹，您看这幅陋室铭，就是他写的。好字，好文，简直惊世骇俗。若早一天看到，老夫定招他为婿。写的什么破字？浮夸，卖弄风雅。这门亲事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女儿啊，别怪爹狠心，那位苏云将领才是能护你一世周全的真英雄啊！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相国发10万火急令，让您火速进攻商议大事。前线不是刚打胜仗吗？能出什么大事？华雄将领被斩，泗水关破了。元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泗水关丢了，华雄那莽夫跑去斗将被斩，李肃开城投降，联军马上就要打到虎牢关了。应验了。苏云的第一个预言应验了，他竟真的能通天命小乾坤。这等算无余策的神人，竟是我蔡邕的女婿，老夫捡到宝了！华雄战死，联军压境，尔等有何退敌之策？相国，末将要弹劾苏云，他不仅暗害华雄，回洛阳后还嚣张跋扈，当街踩死我亲侄子，甚至李肃投敌也是他暗中唆使的，请相国将其下狱。李将军，你侄子强抢民女，我作为相国钦点的中郎将，出于自卫把他踩死了，这很合理吧？至于你说我唆使别人投敌，我只能说你他妈天灵盖打开，连屎壳郎都会笑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屎。混账！你俩肯定是串通好准备跑路的。你再逼逼赖赖，信不信老子今晚就去你家，把你脑袋也踩成西瓜，看看你家那些狗腿子拦不拦得住我。狂妄！我们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一个搅屎棍把洛阳搅得不得安宁。我特么好歹还是根棍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屎高兴个什么劲儿。元长，如果我说等会儿太傅袁伟会被杀全家，你信吗？你老糊涂了吧？袁伟位列3公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，谁敢杀他全家？我希望是我猜错了。文攸啊，退敌之策你怎么看？
禀相国，刚刚的争吵倒提醒了属下，攘外必先安内。联军势大，洛阳城内定有内应。我们要想退敌，必须先杀一人立威。杀谁？杀太傅袁伟，满门抄斩。又应验了，他真的算无一策。相国，联军盟主是袁绍，若袁伟在城内里应外合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不如将其满门抄斩，以绝后患。好，李傕郭汜带兵去抄家，将袁家老小首级挂在城头示众。明日本相亲自挂帅，兵发虎牢关。全应验了，泗水关破，袁家被灭，洛阳真要被烧了。我必须马上找贤婿问个对策。伯谦，别急着走，快看我苦心钻研的新字体。此字一出，我钟繇必能开宗立派，名留青史。你那算什么？看看这个！哇，天哪，笔画严整，超妙入神。我苦煎多年的瓶颈，竟被此人完美化解。伯将，这绝世好字是谁写的？此乃我刚任的女婿所作。他不仅才情绝世，更是个忧国忧民的武将。武将？一个武将的才学，竟力压整个大汉文坛！快告诉我他是谁，我要携重礼拜师。告诉你，哼，让你跟我抢女婿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夫回家练《论语》去了。居然连个武将都不如！不行，我这就回家生女儿，绝不能让他把这么好的女婿独吞了。凤仪，咱们真跟着去虎牢关？去啊，正好见识见识天下英雄。这身行头，这股威压，三国第一猛将吕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在大殿上，你骂李傕那几个废物骂得真好，甚合无意。不介意的话，不愿与你交个朋友，喝2杯如何？神力已是无敌路，多个吕布多条路。老贾，走，去虎牢关找他喝酒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凤仪来得正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吕，今晚不醉不归。我吕布外练筋骨已达化境，先给你个下马威。怎么可能？我用尽全力，他竟如铁塔般纹丝不动。你俩咋回事？原地贴贴啊？老吕啊，外界都叫你三姓家奴。话说，你当初真是为了点金子，就把丁建阳解决了？放屁！丁原那老匹夫，趁我不在，欲对我平妻行极度冒犯之事，被我撞见，我一怒之下才物理终结了他。处理得好，夺妻之恨，挫骨扬灰都不为过。那你怎么不对外解释？哼，我吕布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说得好，性情中人，喝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俩这么投缘，干脆结拜得了。黄天，后土在上，今日我吕布与苏云结为异姓兄弟。老天爷，走一个，不能光咱们喝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大半夜被2个酒蒙子发酒疯硬灌。我的天！谁干的？谁把老子的赤兔马惯成了这样？这他妈让老子怎么骑？酒驾去打仗吗？
谁呀？大清早的好你妈呢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昨夜你那个，我们……我操！你个禽兽！你连男人都不放过！二位将军，你们昨晚没干别的，就是非要拉着赤兔马结拜，小的上前阻拦，还被你们一人打了一拳。结拜！贤弟，以后为兄罩着你，有事报我吕布的名字。好兄弟。吕将军，诸侯联军兵分两路，直逼虎牢关。相国命您即刻出关迎敌。酒驾就酒驾吧，贤弟，为兄先去破敌，等凯旋再与你通饮。大哥，此去迎敌，若碰见一个脸红脖子粗的，一个大耳朵的，还有个黑脸豹子眼的，千万小心，他们仨极强。击败我吕布，就凭那些歪瓜裂枣，贤弟且看我如何大杀四方。他虽弑父，但对兄弟对家人却情深义重，这份兄弟情我苏云认了。今天这场三英战吕布的年度大片，免票观看。大兄，5000兵马兵不血刃拿下泗水关，白得几万降兵。哈哈哈！低调低调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主公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打？您发话，我们照做。我超威，我怎么知道怎么打？丰毅给我的通关攻略就写到这里啊。曹将军，盟主有令，命您即刻率军支援虎牢关。全军开拔，目标虎牢关。他盯上我了，方越救我！主公勿忧，探谋斩吕布，如探囊取物。何人敢与我一战？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如此悍将，竟屈身于董卓，真乃明珠暗图。一个弑父小人罢了。吴安，去斩了这小人！等等等，这马怎么脚下发飘？他堂堂大汉第一战将，踏马的酒驾！好可怕的猛将，恐怕唯有苏凤义能与之匹敌。大哥，此人武艺虽高，但弑父求荣，我等不屑与之为伍。俺也一样。二弟三弟，陶董是假，杨明是真。这吕布天下无敌，若我们三兄弟能将他斩落马下，必能名震天下。先让诸侯消耗他一番体力，某再取他首级。俺也一样。某公孙瓒纵横北方，打得巫魂鲜卑不敢南下。区吕布，看某生擒于他。丰毅，这白马将军公孙瓒能跟老吕打多少回合？30、50？软饭吃的挺好，但武艺嘛，最多10回合必败逃。这根本不是人的力量，打不过，绝对打不过！快跑！软饭王休走，吃我一戟！不好，翼德，你马快，速速驰援！驰援就驰援，大哥你骂我做甚？你个憨货，快去！看某斩了这小人！有点意思，汝乃何人？报上名来！你爷爷张飞是也！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你！我贤弟临行前特意提醒我，让我小心你。今日我吕布便斩了你，让我贤弟看看什么叫举世无敌！吕布小儿，看你张爷爷取你首级！我贤弟说你有几分本事，还真没骗我。给我下去！哈哈哈哈！不过如此。上路吧，无命休矣！
关云长在此，三弟快起，我来会他。来得好，土鸡瓦狗，一起上又何妨？关东鼠辈太卑鄙了，居然以多打少。苏云呢？快叫苏云出战啊！这关张二人好不要脸，超一流武将居然2打1，这就无耻了。信不信那个大儿马上也会上去3打1？二弟三弟莫慌，大哥来也！打反贼何须讲究规矩？苏云贤弟让我小心这3人，我真该听他的。老吕可是我刚结拜的大哥，他们有兄弟，当老子没有吗？这波名声和经验，我吃定了。今日斩了你这天下第一猛将，我3兄弟必将名震天下。那是什么？一杆大旗自己在跑？不是有人扛着几百斤的大旗，跑得比马还快。是苏云，那个魔神苏云来了。凤翼，我的宝，你终于要大放异彩了。3个老逼疯，休伤我大哥！老吕别慌，兄弟来也！我朝魏！贤弟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不过你这无差别攻击也太狠了，你怎么连个武器都不拿？还没挑到合适的。我想着他们用的武器动辄3、4米，我总不能比他们短吧？是吧？苏将军汉勇无双，何必助纣为虐？不如跟着背匡扶汉室如何？不去，我没那么大抱负，只想赚点钱过小日子。跟着你太苦了，天天喝鸡汤。大丈夫活一世，当讲究道德。你这般作为，良心过得去吗？玄德公，只要我没有道德，你就绑架不了我。废话少说，老刘，可敢下马步战否？不战！不战也得战！想逃？你逃我追，你插翅难飞，彻底疯狂吧！啊哈哈哈哈哈！不得苏云与凤仙，天下何人能挡？重赏，重有赏。帮？为什么要帮那3兄弟？苏云越强，我越兴奋。主公被调成啥了？将军，凤翼，此战过后，你2人的威名必将震慑天下18路诸侯。若非我贤弟出手，我吕布今日危也。此等恩情，为兄没齿难忘。想出名还不简单？哼，算时间，相国马上会交给你一件大事，只要你干了，我保证你在史书上留下极其浓重的一笔。哦，什么事能比战退18路诸侯更出名？挖皇陵，刨祖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相国虽然莽，但不至于干这种遗臭万年、天打雷劈的蠢事吧？就是，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，惹出的全是骂名。凤翼之言太过荒谬。相国淫乱后宫，废立皇帝，在乎过骂名吗？债多不压身，西凉贫瘠，缺粮缺饷，皇陵里的金银财宝就是现成的提款机。就算为了钱，可也不至于把百官的祖坟都刨了吧？因为他要放弃洛阳，迁都长安，挖了皇陵祖坟，就是断了百官留在洛阳的念想，这叫破釜沉舟。迁都，荒唐！今日一战，我军士气大振，局势大好，为何迁都？内忧外患，必迁无疑。老贾，走，洗澡去。你们最好信这小子的，老夫跟了他这么久，还没见他失算过。凤翼这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以李儒的精明，绝不会出此下策。凤翼之言不可信。吃一堑长一智，我贤弟可是神人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吾闻有李儒，吾有吕布、苏云，诸侯联军算个屁！明日我便挥师东进，一统天下。岳父英明。报，相国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牛辅将军在河东大败，折损兵马3万。另外，西凉马腾、韩遂贼心不死，起兵10万，欲趁虚直取长安。什么？腹背受敌？岳父，东征的计划彻底完了。文攸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怎样才能破局？迁都长安。文攸，
这洛阳有100万百姓，全都是人矿啊！真要全部舍弃迁都长安？相国若留在洛阳，一旦白波军南下，我们将腹背受敌。至于百姓，一起带走便是。可是迁都势大，文武百官肯走吗？那就断了他们的根，去挖了汉室皇陵，谁敢不走就杀谁！我要让诸侯联军连一砖一瓦都得不到。好，就依你。废帝的事交给你去办，至于挖皇陵这得罪祖宗的事儿，就让吕布和苏云去干。从此天下只需要一个皇帝，刘辩该上路了。顺子，喝点啊，咋一天天板着个脸？顺子小时候冻坏了面部神经，控制不了表情，加上他治军严民，从不饮酒。面部神经坏了，以后要是遇到华佗或者庄仲景，让他们帮你扎2针就好了。贤弟，你明明是个力拔山兮的猛兽，偏要拿把羽扇装斯文人。不过，你为何知道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人和事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会算命。老吕，你要是讨好我，指不定我一高兴，连你失散已久的嫂子任鸿昌的下落都能给你算出来。贤弟，你真知道鸿昌的下落？快告诉我，为兄愿倾尽家财换他回来。将军，别听凤仪酒后胡言，他连夫人的面都没见过，怎会知道下落？他之前还说相国要迁都，要咱们去挖皇陵呢，这可能吗？分明就是满嘴跑火车。是啊，我动用全军之力找了1年都没音讯，你又怎会知道？臭小子，竟拿你兄长开涮！传相国令，命吕将军与苏将军即刻撤军。撤军？我军大胜，为何要撤？撤往何处？相国命2位将军安顿好后，即刻带亲兵返回洛阳，去挖皇陵。什么？挖皇陵？难道相国真的要迁都去长安了？是啊，吕将军，您怎么知道的？相国和李儒大人刚刚才商议出来的绝密决定呢。相国为何突然决定迁都？听说牛辅将军在河东大败，马腾、韩遂也造反了，所以相国决定迁都长安。贤弟，你居然真没瞎掰！谁告诉你我瞎掰了？我早说了，你们自己不信而已。既然你没瞎掰，那你刚才说知道鸿昌的下落也是真的。贤弟，为兄错了，求你帮帮为兄。嘿嘿嘿，那得看老吕你的表现了。2位将军，相国交代的挖皇墓这事儿，你们看？哎呦，不行了，我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，我头疼，怕是没法去挖祖坟了。苏将军，您说您头疼，可您捂着肚子干啥？疼痛转移了，不行吗？行，您说的都对。那吕将军您呢？对，为兄我也突然受了极重的内伤，吐血不止，需要和我贤弟一起留在军中卧床养伤。贤弟，你真不去？皇陵里金银财宝无数，相国真是器重咱们。哼，器重？你觉得挖皇陵仅仅只是背负一点骂名那么简单？奉先啊，皇陵乃是大汉之根，挖了皇陵就是得罪了天下所有的文武百官。董卓这是要把你们的名声彻底搞臭，死死绑在他的战船上，这叫投名状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军师点醒，这活狗都不干。捷报！我贤婿在虎牢关大杀四方，我要去告诉赵姬。着急啊！爹给你找的夫婿苏将军在虎牢关威震天下，18路诸侯无一合之敌。女儿知道父亲挑的夫婿定是人中之龙，但女儿更喜欢琴棋书画，对这位从未谋面的苏将军毫无感觉。你这丫头是在跟爹闹脾气呢，到时候见了面可别哭着喊着求爹快点把你嫁出去啊！怎么可能？女儿好歹也是洛阳第1才女，难不成她比那位送我陋室铭的苏大哥还厉害？厉害，当然厉害。他不仅武艺高强，算命更是一绝。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说相帝会迁都长安。不过嘛，如今局势大好，我看他这次预言是要彻底失算了，哪有打了胜仗还迁都的道理？老爷，不好了！相国下令，洛阳全城百姓连同文武百官即刻迁都长安，违令者杀无赦。打了胜仗，却要舍弃100万百姓与帝都，那苏将军说的火烧洛阳、挖掘皇墓，这怎么可能？未见其人，先知其谋。这位苏将军到底是何方神圣？
竟能如仙人般未卜先知。老爷，还有更可怕的。相国回洛阳后，还派了李蒙将军，带着大批西凉兵和盗墓贼，去挖皇陵和百官的祖坟了。全应验了，苏云的预言全应验了。他不是哗众取宠，他真的是活神仙啊！不行，挖皇陵断的是大汉的龙脉，迁都毁的是万民的生路。老夫身为汉臣，必须立刻进宫，死谏相国。爹，相国凶残暴虐，如今更是形同疯魔。您去死谏，他会杀了您的。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爹若回不来，你带着你娘立刻出城去寻苏将军。只有这等神人，才能在这末世护你们周全。伯杰，相国如此尊重你，你非要在大殿上触怒他，阻碍迁都大计，简直迂腐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，挖皇陵毁龙脉，天下忠良如皇甫嵩、卢植等人，绝不会放过你们！大汉忠良，哈哈哈哈！在我面前，他们算个屁！悄悄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废帝刘辩刚刚已经被我毒死了，而你口中的皇甫嵩等人，我也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就好好在牢里看着，我是怎么把这群忠良一个个送下地狱的。疯子，例如你这个疯子！你们不得好死！苏将军，救救我家老爷吧！大小姐，求您了！老丈人还是没忍住去死谏了。蔡琰求救，未婚妻有难，为夫岂能坐视不管？老吕、老贾，你们先回营，老子去天牢捞人。站住！相国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重犯蔡邕。100斤，给我老丈人换个单间，配软床、熏沉香，再找2个侍女伺候。哎呦喂，苏爷您里面请，您就是让小的现在认蔡大人当干爹都行。你这打点关系的手笔，老夫服了。不过你不是说洛阳有你要寻的宝贝？急什么？那宝贝不过是块破石头，我现在要囤的是比石头珍贵万倍的人矿。太慢了。贤婿，你是来劫狱救老夫出去的？救个屁呀！你要是现在出去被董卓砍了，我那1000金聘礼岂不是省了？你个逆子！老夫都这样了，你还开玩笑？老夫若死了，我那妻女怎么办？岳父放心，汝妻汝女，吾养之，汝勿虑也。别急，洛阳马上大乱，你在天牢里反而最安全，外面我自会照应。嘿嘿，这几天你先好吃好喝待着，过2日我给你送个老朋友进来陪你聊天，解解闷。老朋友谁呀？皇甫嵩啊！董卓想贬他，但我嫌不够，就暗中嚼了点舌根，准备陷害他下大狱。我操！你连大汉忠良都陷害，你还是人吗？哎呀，有个好女婿，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呀！奸臣当道，要是让老夫知道是谁在相国面前陷害我，老夫出去非活劈了他！我操！蔡伯简，你不是被下大狱了吗？你管这他妈叫坐牢？哎呀，老皇甫啊，这事儿吧，还得从我有个好女婿说起。凭什么？同样是坐牢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骂吧，尽情的骂吧。等董卓烧了洛阳，你们这群大汉最顶尖的人矿，就全是我苏云的私有财产了。老吕，
我来了！哈哈哈哈！贤弟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礼物？有我的份儿没？想屁吃呢！全是我侄女的。哎，丫头，快过来见见你苏叔叔。哎，不对，你喊他苏哥哥吧。这是我独女小文。小文见过苏哥哥，苏哥哥长得真壮实，比爹爹强多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嘴真甜。来，这是哥哥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哇，是裙子耶！爹爹，你看，好漂亮的裙子！穿裙子有什么用？练武才能自保。你难道想跟爹爹以前一样，学文去当个小主簿？哼，爹爹每次都只送人家刀枪棍杖，人家想跟着急姐姐一样穿小裙子、写字画画呀。老吕，这你就不对了，得看孩子的兴趣嘛。来，小文，哥哥还有一个更好吃的东西，看好了。酸酸甜甜的，太好吃了！小文超喜欢苏哥哥的礼物。贤弟啊，这糖葫芦看起来不错，给为兄嗦一口，就一小口，长得美。这可是用极其昂贵的糖霜熬的，全大汉就这一串，专给我侄女开胃健脾的。略，苏哥哥真好，小文最喜欢苏哥哥了，才不喜欢爹爹呢。唉，贤弟呀，你可不知道这丫头有多气人。我逼她练武，她昨天居然告诉我，等她武功大成，第一个捅死的就是我。这特么绝对是亲生的，连亲子鉴定都省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捅义父，他捅生父，真不愧是父女俩一脉相承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仅如此，他还说等我老了，第一个饿死我；等我死了，他居然还要把我和他娘分开埋。贤弟，你不是算无一计吗？你给我想想办法呀！摊上这么个逆女，我这老父亲到底该怎么治他呀？老吕啊，为什么要治？你其实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高兴？他天天变着法儿想克死我，我还得高兴？因为不管小文想干什么伤天害理、大逆不道的事，他第一个想到的永远都是你这个亲爹啊！夫人，这就是我常提起的生死兄弟苏云。多谢小叔子救命之恩，妾身有礼了。嫂子客气了。好一个极品美少妇，难怪老吕这么宝贝。曹老板诚不欺我，建安风骨永流传啊！夫人，你翻箱倒柜找什么呢？招姬妹妹走了，没人教小文学文，妾身想自己教，可家里就这几卷破竹简，小文早就倒背如流了，实在无物可教。爹爹，我就要学文，我要像招姬姐姐一样出口成章，才不要变成舞刀弄枪的虎喵。乖女儿啊，朝中那些文官都把爹当仇人，爹去哪儿给你借书啊？不就是书吗？拿菜猴纸来，我今日亲自默写绝世诗集，送给小侄女当教材。完了，牛逼吹大了！9年义务教育学的，早忘到九霄云外了。这特马从何写起？怎么，光打雷不下雨啊？你到底行不行？你个武夫懂个屁！这叫酝酿情绪。看好了，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，好宏大的意境！小叔子真乃绝世奇才！哈哈哈哈！我贤弟就是牛，这文采绝对碾压朝堂上那些老腐竹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欠我人情一日还。等等，贤弟，你这么小气的吗？写个诗还要催债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老鼠儿子会打洞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意大利炮轰他娘。我操！意大利炮是个什么鬼东西？你这是写诗还是骂街？老吕，你不懂，这叫后现代现实主义流派，主打一个通俗易懂。那这句呢？取象用刀割拔毛加瓢水，点火盖上锅。你他妈这是教我女儿写诗，还是教她怎么做铁锅炖大鹅？老子今天非活劈了你！老吕，你至于吗？
亲哥俩，你真下死手啊！苏哥哥太厉害了，会打仗，会做好吃的，还会写这么多诗。你就是当世诗圣。低调，低调。对了，老吕，小丫头还没婊子吧？不如我给她取一个。能得小叔子赐字，是这丫头的福气。就叫灵奇如何？吕灵奇。好耶！我以后就叫小灵颖，我超喜欢苏哥哥。苏哥哥吃鸡腿。闺女，你爹我的呢？我这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，你居然跟我不亲了！我操！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老吕，你可真是个狠人！难怪灵奇说长大了要捅死你，没连夜跑路，就算他孝顺了。老子说的是拉扯大，你他妈什么理解能力？老吕，洛阳马上就要大乱，董贼火烧洛阳，挖掘皇陵已成定局，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要走了，你跟我一起走，咱们兄弟打出一片天。贤弟，我吕布虽名声不好，但我识的是汉路。我若走了，那被囚禁的小皇帝就真没活路了。我得留下，暗中护着他。好，人各有志，但无论身在何方，你吕布永远是我苏云的大哥。一日兄弟，一生兄弟，干！吕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半夜的，何事惊慌？相国下令放火！洛阳城烧起来了！老吕，红千嫂子的下落就在里面，但记住，到了长安才能打开，提前打开，锦囊就不灵了。贤弟大恩，等到了长安，为兄定让你嫂子敬你3杯。女儿才不要随便嫁人，长大了我就要嫁给苏哥哥这种文武双全还疼人的。要是不行，娘请我一起嫁给苏哥哥得了，让爹爹一个人守寡去。逆女，好打！百姓何辜啊！贤婿，你真的没办法救救他们吗？我是人，不是神，大事不可逆。岳父，你先去荥阳避难，我已在那儿安顿了招姬。要走你走，老夫生是大汉的魂，死是大汉的鬼，绝不离！王将军，将人带走。董贼强奸百姓，天理难容。我孙坚愿为先锋，星夜攻打虎牢关，杀进洛阳。吾意愿王，全军出击，拿下洛阳。旧时代落幕了，诸侯称霸的剧本正式开场。董贼安敢如此！全军听令，不惜一切代价冲进洛阳。凤仪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，我曹操来接你了。快，滚木、雷木、金枝，全给老子倒下去！一定要撑到大军撤退！苏云呢？快让他去斩了城下的孙坚！禀相国，
苏将军说城北吃紧，带着贾诩校尉去城北防守了，现在连个鬼影都找不到。哎呀！这该死的王八蛋！10万火急的时候跟老子玩失踪，快去找他！不听调令，老子撤了他的职。我说凤翼，城头上打得热火朝天，你放着跑路的大好时机不要，跑这废墟里找什么破烂玩意儿？找井！你眼尖，快帮我看看哪里有井。井？老夫看你长得就像一口井，横竖都是2。老贾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偷偷告诉你，这废墟里藏着传国玉玺。什么？传国玉玺？那可是天命的象征啊！你管玉玺叫破烂玩意儿？一块破石头而已，要不是能换点跑路费，谁稀罕找他？找井！玉玺啊，老夫要是能摸一摸，偷偷给自己盖几道圣旨，那死也值了。我操！这井里怎么有具红衣女尸？太他妈邪门了！活人我都不怕，我还怕死人。传国玉玺，拿到它，就等于拿到了天下诸侯的命门。看你也是个苦命的后宫嫔妃，拿了你的东西，且带你上去入土为安吧。快把玉玺拿出来，让老夫摸摸，沾沾天子龙气。什么玉玺？朕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。哎呦喂，祖宗，这可是传国玉玺，轻拿轻放啊！急什么？我先试试质量。我操！你拿传国玉玺拍特么的胡桃，真不错，质量杠杠的。来，吃个6个核桃补补脑。你把死人弄上来干嘛？民间传说这玩意儿会变厉鬼的。别迷信，拿了人家东西，总得让人入土为安。咱们就当没见过。你要是实在孤单，想找人托梦，就找旁边这个姓贾的老头，他还单身。其娘之！走，东西到手，咱们趁乱出城。地形不明，百姓生灵涂炭，孙某恨不能手刃董贼。主公尽力了。对了，主公方才说太庙方向有逆天机缘召唤，到底是什么？是皇室列祖列宗看到了我孙坚的除贼之心，要赐我重宝。怎么回事？我感觉那份天大的机缘被人截胡了，快给我搜！苏将军，可算找到您了。相国命令您即刻回城东防守，不然就要砍您的头。啊，好，你先去，我马上跟来。不行啊，将军，相国严令我把您请回去。你要是再跟着我，老子现在就宰了你！您砍吧，左右是个死，您给我个痛快。1个月几百钱，你玩什么命啊？你是何人？难道是叛徒？凤翼，你看她全身都这么白吗？难道是董卓的孙女董白？绝壁氏，老董这肥猪还能生出这么水灵的孙女？既然认得本小姐，还不快跪下受死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来人呐，把这个叛徒拿下！本小姐要将他凌迟处死。小姐，城内大乱，相国若是知道您在这儿，会要了小的们的命的。放肆！你敢教本小姐做事？哼！废物，还不快上！若敢违令，本小姐让阿王抄你9族。是，弟兄们上！您是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的苏云将军。认识我？您可是连吕布将军都敢硬刚的武神啊！弟兄们，快退下，给苏将军让路！一群没用的废物，本小姐亲自拿你，给本小姐毁容吧！好阴毒的小丫头！
竟敢打我的马！本小姐定要阿翁把你千刀万剐，诛灭九族！少爷啊，咱们好歹吃了董卓这么久军粮，你要是杀了他最心疼的孙女，太绝了点儿。你说的对，一报还一报，我就大发慈悲把他带走，好好改造一番他这蛇蝎心肠，全当给老董留条血脉了。多谢凤义不杀之恩，有事叫少爷，没事叫凤义。你这老管家主打一个叛逆是吧？放开我！你个泥腿子，快放开我！闭嘴！今天就替老董给你这熊孩子长长记性！我操！你把他打死了！这丫头这么脆，我好像用力过猛了。你要把我带哪儿去？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你们这群狗奴才，还不快来救本小姐！我要带她走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没有，小的们早就受够他了，刁蛮任性，杀人不眨眼。你们竟敢骂我！我要抽你们九！再敢威胁一句，我还抽你！你们弄丢了董白，董卓绝对会要你们的命。我要离开洛阳，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吃香喝辣，不用再看人脸色？我等愿为将军效死！来者何人？可有军令？中郎将苏云，相国命我从西门出城，绕后去联军大营，快开门！这去踏营怎么还带个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绝顶高手的形势岂是我们能揣测的？正所谓怀中抱妹，战力翻倍。快开门！老子要出城！若是苏云那个逆臣到了，让他脱了官帽，滚去函谷关向老子请罪！相国息怒，苏云将军不是已经被您派去百旗结营，创造神话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派他去百旗捏营？是啊，他刚才带着一个姑娘从这出城了。废物！他他妈跑路了！给我追！格杀勿论！少爷，穿过这片树林就是荥阳村落了。蔡大人、黄甫将军还有昭姬姑娘他们全都在里面。总算安全了。也不知道那美娇娘未婚妻收到我的信没有。奉先将军，洛阳兵荒马乱的，我那贤婿连一兵一卒都没带，能安全突围吗？博士公，把心放肚子里。就我贤弟那恐怖的武力，他就算用头撞，都能把城门撞开。杀他，我都做不到。苏大哥，不知你可安全逃出洛阳了？从今天起，你认识的那个赵青就死了。哪个少女不怀春？但这只是幻想。我蔡毅既然许配给了苏将军，自当恪守妇道，收起所有不该有的心思，做他的贤内助。将军安全回来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我贤弟没事，走，迎接去。他回来了，我们夫妻终于要见面了吗？他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像书里写的凶神恶煞、身高8尺的莽汉？他会不会很凶？哈哈哈哈哈！贤弟，我都准备好帮你养弟妹了，你居然没死！
你特么也有曹贼之志？你小子下手真黑，回来就好，老夫就知道祸害1000年。董叔叔，蔡伯伯救救我！苏云太凶了，非要让我当丫鬟。哦，那啥，老登，我媳妇儿呢？在里面，自己进去见吧。那个，我是叫你夫人好呢，还是叫昭姬？将军先叫小女子昭姬吧，等成婚后再叫夫人可好？好的，夫人。苏大哥，竟然是你！我操，赵姬，我花1000万买的媳妇就是你！你早说是你啊！早说我爹爹别要那么多聘礼了，成婚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现在全便宜我爹了。贤妻啊，没事儿，没钱了你就去给你爹吹耳边风，咱再坑回来。这逆女还没嫁，您胳膊就往外拐了，老夫的棺材本要被你俩合计光了。女儿啊，对爹给你找的这个夫婿可还满意？您是不是早知道苏将军就是苏大哥？贤弟好福气，弟妹嘎嘎漂亮。媳妇儿，苏大哥，你一直盯着我胸口看什么？这样很不礼貌耶。媳妇儿，你误会了，我其实是想多了解一下你的内心，但你的心被胸挡住了，所以我只能努力观察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原来这么好色？那媳妇儿，前几天随手写了本诗集，送给你打发时间。天哪，苏大哥，你居然自己出书了！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这满朝奸臣不就像野草般烧不完吗？贤婿竟将朝堂看得如此透彻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太浪漫了，苏大哥，你写这本绝世诗集一定花了很多心血吧？嗨，没花多长时间，顶多半个时辰吧。半个时辰？这不可能！贤婿啊，装逼可以，但切莫骄傲自满啊！这诗集中风格迥异，绝句频出，就算是照着抄，半个时辰也抄不完啊！伯姬公，你还别不信，这小子真就只用了半个时辰，而且还是连带研墨的时间，因为那是我亲眼看着他写的。赵姬啊，你一定要把这小子绑死了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！其实我没怎么学过文，也没怎么练过武，就平时吃吃喝喝，轻轻松松就都掌握了。贤弟，诸侯联军已经杀到附近，为兄要去荥阳城守关破敌了，咱们兄弟有机会再聚。可是曹孟德的领马到了。正是，曹操带领5000兵马孤军深入，正朝荥阳杀来。曹老板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可是恭候多时了。军师之位，我来了！我苏云要站在你们所有人的背后，对你们指指点点。东贼焚烧帝都，该乘胜追击，尔等却在此饮酒作乐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们不去，我自己去打。大兄，我们就这5000本部兵马，联军一个人都没跟来，真能打赢董卓吗？天子受难，我等识汉路，就算只有5000人，也要为大汉尽忠。不好，敌袭！弓箭手准备，别放箭，是我苏云。什么？是那个摆旗踏营的疯狗苏云！快放箭射死他！住手！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放箭！我操！大兄脑子被驴踢了，他想单挑苏云。大兄，你这身高跳起来都打不到他膝盖啊！你若死了，乳妻我养之。这特妈是什么情况？哈哈，凤翼，我的宝！我曹阿曼等你等的花都谢了。老曹，我也等你很久了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这次留下来了吗？留，不走了。以后跟着主公你吃香喝辣的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难怪大兄经常半夜叹息，我的宝怎么还不来？
原来他的宝是个身高8尺的巨汉。大兄那句“挖女人是娱乐，挖男人是事业”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大兄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苏云这种天下无敌的悍将，为何要投靠我们这5000人的残军？万一是诈降呢？他打你们这群歪瓜裂枣，还需要诈降？你们谁打得过他？大兄，说话能别这么直白吗？留点面子。凤翼乃我手足兄弟，天下人都有可能骗我曹操，唯独凤翼不会。我对凤翼无条件信任，他父母就是我父母，他兄弟就是我兄弟，他妻子就是我妻，呸，就是我弟妹。凤翼，既然你看得起我曹孟德，想在军中担任何职，只要你开金口，就算你要当副将，操也绝无二话。我苏云不善武力，只想在你身边当个对所有人指指点点的首席军师。大兄，凤翼刚来，寸功未立，你这就让他随意挑选职位，会不会太过了点？未立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所有人的战功加起来都不如凤翼的一半。大兄，你不能把他在董卓那边的战功算给咱们啊！虽说你跟凤翼有不可告人的交情门，也得有个限度嘛。放屁！你们以为李肃和4万西凉兵是被我曹操的王霸之气征服的吗？那是因为李肃是凤翼的兄弟，人家是看在凤翼的面子上才投降的。原来泗水关是凤翼部的局，那战功确实无人能及。我就说嘛，大兄你哪里和高大威猛沾边了？你明明那么矮。曹子廉，你想死吗？我能说我自己矮，但你不能说，明白没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我懂了。妈的！我曹营怎么全是一群不会说话的直肠子？赶紧跟凤翼打招呼，和气点儿。凤翼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猛将。要不是你吃里扒外，不对，要不是你背信弃义，两面三刀，见风使舵，那词儿叫啥来着？滚蛋！那叫弃暗投明，叫心系苍生。要你平时多读书，你他妈天天去抓蛤蟆腌猪。算了，我不跟没文化的人计较，回头借我点钱就行。那什么，我想起我还有点事儿没忙完，你们聊。凤翼，职位你随便挑。我观军中尚未有谋士，我愿担任首席军师。大兄，有没有搞错？他这身板当军师，出去不得被别的诸侯笑掉大牙。我意已决，你们放心，我绝不瞎指挥，我就当个不用干活、不出谋划策的闲散文官。好，我就为你特赦。军师祭酒一职，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，想管就管，不想管就躺着。快！去把孟卓和允成请来，我要向全天下炫耀我的首席军师。孟德，听说你刚得了一位神机妙算的军师，快让我们开开眼界。就是他，我军军师祭酒苏凤翼。这不是摆旗踏营力挫18路诸侯的天下第一凶将苏云吗？哦，我亲爱的先帝啊，您快看看这该死的曹阿满，他把天下第一猛将管教军师，他一定是疯了。凤翼，你真是特地在这儿等孟德的？这发兵荥阳可是我们临时起意，你怎么可能提前算到？就是，我看你是刚好逃命到此，为了在孟德面前立个算无一策的人设，故意顺杆往上爬吧。凤翼啊，如今董贼退兵，士气低落，若我们乘势追击荥阳，有几成胜算？打不过0成。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董卓都被孙坚打成了丧家之犬，咱们3万大军压境，岂有不胜之理？我大哥吕布就镇守在荥阳，还有一位名为徐荣的超级将才，你们若是去了，必败无疑。吕布是他大哥，若我跟凤翼结拜，岂不就等同于吕布也是我曹操的兄弟了？以后谁敢惹我，我直接大喊一声：帝来！天下谁人能挡？徐荣，听都没听过的无名下将，我麾下大将于禁，一手刀法出神入化，杀他如土狗，这天大的功劳，咱们必须拿下。凤翼，给我交个底，真的不能打。老曹，徐荣的禁军并未参战，士气极高，我大哥的秉州狼骑更是毫发无损。这所谓的溃逃，就是徐荣布下的口袋阵。你忠于汉室，我明白，但去就是送死。好，你是我曹营的首席军师，我信你。全军听令，原地驻扎，绝不出兵。孟德，既然你如此轻信一个莽夫的话，那就留在这里看管粮草吧。我与允成去打荥阳，等我们名扬四海、建功立业之时，孟德你可别眼红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兄，你不带这么玩我们的啊！咱们跑了几百里地来建功立业，他说一句不打就不打了。大兄别怕，有事我曹洪给你扛着，砍也是先砍我，绝对砍不到你。闭嘴！军师之言就是军令。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希望他们能活着回来吧。军师，不至于吧？3万多人啊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那个叫徐荣的，你是不是太怂了？老曹，他们毕竟是你的铁杆盟友，你让袁让在附近留意战局，随时准备接应。记住，如果遇到徐荣，我没辙；但如果遇到吕布，只管报我苏云的名字，可保你们不死。
凤仪，你既有吕布这等无敌的结伴大哥，又有能号令西凉军的威望，为何偏偏看中了我曹操？袁绍四世三公，公孙瓒威震北方，莫非你看中了我长得帅？没关系的，老曹，只要你不照镜子，恶心的就不是你自己。滚蛋！说真话，没外人。袁绍好谋无断，袁术掌中枯骨。我投靠你，是因为我知道，你未来会成为权倾天下的大汉丞相。你说我会成为大汉丞相，可我曹操现在连一块巴掌大的地盘都没有啊！人要是没有梦想，和咸鱼有什么分别？今日的无名之辈，谁敢说来日不能名震天下？老曹，只要你敢干，爱情会有的，地盘会有的，丞相之位也会有的。我曹阿瞒向来给别人灌鸡汤，今日竟然被这小子给灌了一碗。不过真他娘的好喝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若我曹操真有当上丞相的那一天，你苏凤义就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天下人负你，我曹操也绝不负你。别打住！我说了，我是来摆烂当闲散军师的。你想要左膀右臂，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一个，他的能力与颍川荀彧是一个级别，当世最顶尖的毒士。与荀彧齐名。凤义，此等盖世奇才在何处？曹愿三顾茅庐，请他出山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就我那个一直跟在身边端茶倒水的管家贾诩。管家？董卓让这等王佐之才去当个小校尉，你让他给你当管家？你们这群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哈哈哈哈！活该董卓覆灭！凤义，你真是老天赐给我曹操的福星啊！老曹，贾诩就在前面。不过不只是他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哦，还有惊喜？我把整个大汉朝堂最顶尖的人矿全给你打包带回来了，保证你待会儿看了高兴的直接跳起来。凤义，那是我师妹招姬，这丫头天生丽质，就是从小特别黏我这个师兄，一直把我当偶像。你看她看到我都开心的跑过来了，哈哈哈！招姬，师兄来了。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人家好担心你呢。媳妇儿真乖。夫君，我粘人的小师妹竟然成了你的人妻。喂，我说两位，好歹搭理一下我啊，这样显得我很呆啊。孟德师兄，你太吵了，别打扰我和夫君说话。打扰了。孟德呀，刚才你张着手像个棒槌一样的画面，老夫和黄甫将军可是全都看见了。老师，黄甫将军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这秀恩爱的姿势，我就算是想学，也举不起我那1.65米的夫人啊，太伤自尊了。黄甫老将军，当年操在您麾下效力，没想到今日还能再并肩作战。别提了，这苏小子算到董卓要害我，强行把我打晕，从天牢里绑出来的。老夫兵权已失，以后就先在你这儿混口饭吃吧。求之不得呀！哈哈哈！有将军相助，我曹营大军便有了军魂。这位定是凤义口中可比肩颍川荀彧的文人贾诩先生，操恳请先生出山相助。曹将军客气了，出山可以，但先说好，我只当文官，坚决不上战场。感情这两个从董卓手里叛逃的武将，全跑到我这儿当文官来了。先生，操对兵法有一事不解。先生大才，操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如今凤义已是军师祭酒，操拜先生为参军，执掌军机。故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凤义呀，你今日送我曹操这份大礼包，实在太丰厚了。以后你就是我曹营的第一功臣。夫君，我饿了，我想吃你做的火锅。好，为夫这就去给你做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一辈子。夫君真好。小白，跟少爷去厨房干活。少爷，奴婢在缝鞋呢，很容易扎手的。缝什么缝？那么丑，扔了买新的。快来洗菜。哦，奴婢这就来。你难道是董贼最宠爱的小孙女董白？原来是曹大人，
我现在不是什么相国孙女了，只是少爷的私人丫鬟，奴婢去干活了。我操！董卓的宝贝孙女当丫鬟，苏云这小子连董卓的孙女都抢，他到底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呀？少爷，怎么屁股又不疼了？想闹什么幺蛾子？我听蔡伯伯他们说，少爷您算无一策。您之前说我阿翁活不过2年，还会被一灭三族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你阿翁作恶多端，刨人祖坟，朝野上下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。他一倒台，群狼反噬。若你留在长安被乱军抓住，下场绝对比丢过山贼窝惨10000倍。阿翁，行了，别哭了。我最看不得好看的姑娘哭哭啼啼。只要你听话，跟着我，谁也动不了你。那长得不好看的姑娘哭呢？长得丑还敢在我面前哭，罪加一等！信不信我给他2个大笔刀？少爷放心，奴婢以后一定好好伺候您和昭姬姐姐。我说老师、朝夕，你们好歹也是名流，这破乱炖真有这么好吃？注意点矜持啊！矜持？你尝一口就知道了。我贤婿这手艺，皇宫御厨都得给他提鞋。没想到我堂堂相国孙女，竟然会在给人做饭中找到成就感。当个丫鬟似乎也不错。上哪儿去？忙活了半天，坐下一起吃。在我这儿不需要那套主仆规矩。小白，快来！夫君那是为了磨练你的性子，以后董家没人了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凤仪啊，你心中最理想的坐骑是什么样的？等天下太平了，老曹我想办法给你寻一匹。老曹，你指的这坐骑，它正不正经？正经坐骑，能骑着打仗那种。正经的啊，那必须雄壮威武，不仅要能跑，还要会游泳，甚至还得会上天。贤婿别吹牛了，上天入地那叫神兽，不叫坐骑。就是，世上哪有这种玩意儿？真有，我画给你们看。小白，研墨。凤仪，这坐骑叫啥名？长得好睿智啊！这叫压马蝶，一被人骑上，它就会压马蝶压马蝶的叫唤。世间竟有如此奇物，活久见！这画我拿回去慢慢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是我曹阿曼这几年最快乐的一天。救命！救命！完了，快救命！张太守，你们不是去打荥阳了吗？怎么这副惨状？那徐勇的禁军根本没有溃败，他用兵如神，与吕布两面夹击，3万大军仅仅一个照面就被吕布的狼骑冲散了。我大哥和允城身陷重围，危在旦夕。你们可还记得今早军师凤仪说过什么？他说过，徐荣是将才，贸然进攻，必败无疑。若非军师和主公极力阻止，今夜惨死在那里的就是我们曹营了。军师真乃神人啊！子莲，随我带1000精兵去救人。大兄，万一碰上吕布怎么办？军师说过，遇到吕布要报他的名字。笑话！偌大的战场，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倒霉？刚好就撞上天下第一的吕布。我夏侯惇就算战死，也绝不靠别人的名字保命。全军出击，悔不当初啊！若是我等不轻敌，听了苏军师的话，怎会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？哈哈哈哈！18路诸侯报信，兄弟们，泼天富贵就在眼前，想要我主投降，先过我于禁这关。允城勿虑，我夏侯惇来也！袁让，敌军正在合拢，不可恋战。子莲，随我杀出血路。有点意思，这2个使枪的身手，倒是比什么武安国之流强多了。将军，要不属下放一冷箭射他脸上？我这手有点控制不住。不用，正好我那贤弟苏云走后，没人陪我切磋，我寄养难耐，亲自去斩他2人。苏云将军，我听弟兄们说，您跟苏将军切磋时，一直是您挨揍啊。明日你去好蒙手下刷马桶，因为你他妈刚才用左手抠鼻屎了，恶心！杀了我的人就想走，问过我没有？吕布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呀！老子今天就试试你这天下第一的斤两！袁让，你带人走，我拖住他。子莲，
我兄弟同生共死！一回合我就败了，这简直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。既然没有新花样了，那就去死吧！几下留人！苏凤义是我亲兄弟。你认识我贤弟苏凤义？何止是认识，凤义现在是我们曹营的首席军师。他临走前交代，如果不幸遇到您，就报他的名字。对，凤义还经常找我喝酒，说要找我借钱呢。妈的，跟我贤弟这么熟不早说！你们是不是贱，非要挨顿揍才开口？将军，这就放了啊！这可是18路诸侯和敌军大将泼天的战功啊！你这辈子没赢过吗？给我贤弟一个面子，放他们滚！兄弟们，徐荣那边还围了一堆，咱们去那边砍，抢徐荣的战功，全军撤退！媳妇儿，以后我就叫你自然醒好不好？为什么要改名呀？因为我这个人没啥大堆求，就想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。哎呀，学到了，回去我也要这么撩我夫人。允城，你们怎么伤成这样？孟卓呢？军师神机妙算，我等狂妄自大，不听军师之言，导致3万大军全军覆没。张邈太守生死未卜。昨日我等大言不惭，说绝不靠军师的名字保命。若非军师的面子，我等早已死在吕布旗下。多谢军师救命之恩。他不仅算到了必败，连夏侯惇等人会遇到吕布都算到了。天纵奇才，我曹营有凤义，天下何愁不定？大军受挫，联军分崩离析。凤义，接下来我军该何去何从？老贾，你怎么看？别问我，问你。老夫就是个划水打杂的文官。陶董必败，诸侯联军很快就会作鸟兽散，留在这儿纯属浪费粮草。撤回陈留，在联军彻底溃散前，我们要先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，闷声发大财。好，听军师的拔营，撤回陈留。上面张张嘴，下面跑断腿，这当首席军师对所有指指点点的感觉，真他妈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畅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对酒当歌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凤义，这诗叫什么名字？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这诗和我有缘，尤其是这句，简直要刻在我的 DNA 里。能没缘吗？这特妈妈本来就是你写的短歌行，不过现在归我了。老曹，你这每次都掐着饭点来，真当自己家了？凤义啊，如今大军是安顿在陈留了，可这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啊！你说，咱们去哪儿弄一块属于自己的地？偷家是不可能的，周围不是有强敌就是有盟友，没有正当理由出师无名，名声就臭了。连你这算无一策的军师都没办法吗？敢问路在何方啊？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啥玩意儿？我在这愁的头发都要掉了，你还有心情唱歌？路在脚下是什么鬼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自己领悟。我操，我他妈哪知道什么鬼？《西游记》就是这么唱的。孟德大哥，快跟我去太守府，我兄长张邈快不行了，他有极其重要的事要托付给你。张邈要死了，张超远在广陵，张邈又没有子嗣，他肯定是要把陈留托付给我。路在脚下，脚下不就是陈留吗？凤义他居然连张邈会死，我会继承陈留，全都算到了。这已经不是人，这是神啊！凤义，你的苦心，我彻底懂了，谢谢你。老贾，老曹这是发什么癫？我都不知道我懂啥了，他懂啥了？行了，凤义，别装了。老夫真是信了你的邪，你明明把陈留的归属算得死死的，刚才还骗老夫说没有地盘，你这城府太深了。我操！你们到底懂什么了？就这么剩我不懂了是吧？啊！见过嫂子。孟卓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孟德，我悔不听你家军师之言，贪功冒进，落得全军覆没。我死后袁绍必图谋陈留，你之才胜我10倍，
陈留均可自取。不可！操！岂能拿兄弟的城池？孟德大哥，你就别推脱了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不娶，袁绍也会娶。既然如此，再推脱就显得我矫情了。孟卓放心，陈留在我在。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这发妻呀，未能给他留个子嗣。唉，孟卓，你放心，你我兄弟，汝妻无养之，汝勿虑也。我必用心待嫂，嫂子身后必有我曹孟德。你还想干嘛？你连我老婆都要！快叫大夫！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……老曹，你这职业病能不能克制一下？直接把人给送走了。我说的明明很真情实感啊！难道我喜欢人妻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？大人放心，在下陈留第一神医，只要人不死，我就能救活。这可不怪我，我还没施展技术呢。那我现在是走是留？回去吧，叫个道士来。孟郊的丧事我全操办了，能记好叫记，记不好叫风光代办。一条龙父母群红叶领差评，修的版式大眼林放山。我操，兄弟多才多艺啊！你贵姓？在下王辉逢，黄飞鸿。不，王辉逢。你这口音，名字倒是没叫错啊。不仅白得了一个陈留郡，还接受了张邈的兵马粮草。我曹孟德终于有自己的地盘了。凤翼这神机妙算的本事，简直天下无敌。夫人，我去凤翼的新宅子喝2杯，他今天乔迁之喜。目标出现，准备动手。这位大人，这20亩中等良田最少也得8万零88钱，低一文我都不卖。大家都是名流，买东西砍价是必须的。不行，你给抹个零吧。爽快，那就抹个0，8万零80钱。我说的是抹零，不是抹尾。那现在是8888钱。我操！你他妈管这叫抹零？你这是抢劫！瞎说什么？我没给钱吗？这怎么能叫抢劫？这叫斗地主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去年收买官员，虚报田地，偷税漏税，这要是捅到新来的太守曹大人那里，抄家流放哦。怎么做？你心里有数吧？你明明可以直接抢，居然还给了我8000钱！谢谢大人。凤翼，你什么情况？以前在董卓那里赏小兵100万钱，你连眼睛都不眨，怎么现在抠搜成这样？你懂个屁！以前我是给人打工，花的是董胖子的钱。现在我是老板，一大家子人要养，还有250个私兵和战马要吃饭，一年开销好几百万钱啊！一文钱难倒英雄汉。凤翼，你买这荒地干啥？修仓库，囤木材，做点小生意，赚他娘的一笔钱，好养家糊口。囤木材？你莫不是傻了？这年头木头最不值钱，你这钱纯属打水漂。听我一句劝，木头生意水太深，你把握不住。信不信过阵子你会跪着求我，高价买我的木头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真当我曹阿满是捡破烂的舔狗了？老夫相信少爷，老夫不觉得他会把自己整破产。凤仪，先不说做生意的事，我今天来找2位军师，是想商量一下曹营未来的政律规划。原让他们打仗行，玩政治太差，还请军师指点迷津。我又不懂政治，你找我有啥用？凤仪怎么可能不懂政治？我是真心求教啊！凤仪，我是真心求教政略规划呀！我真不懂政治啊！你非要问，那不行，你就高筑墙、广积粮、慢称王。那些诸侯在洛阳磨磨蹭蹭，咱们就在陈郊悄悄发育，惊艳所有人，挖他们墙角，抢他们平地盘，夺他们妻女，打他们娃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陈卢是4战之地，正需高墙深筹防守。我曹操底蕴不足，正需广积粮草才能立足。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9字真元战略呀！凤翼这小子太谦虚了，不仅会打仗，会算卦，居然连治国战略都如此精通。他就是个6边形全能战士。不过这缓称王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不仅要辅佐我当丞相，还想让我称王？凤翼，他脸上是挂了个脸谱吗？要不咱给他找个大夫看看。
我看那个叫黄辉逢的就不错，挺好。治不好的话，直接一条龙埋了。他不用担心后事，除了吃里扒外、背信弃义，我这人照顾嫂子其实也很在行的。兄弟们，那曹操身边就一个摇扇子的文官，干掉他，咱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那个摇扇子的大块头一看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狗头军，咱们职业杀手还杀不了他。上！我说，你们想用老六行为来阴我们2个老六，是你们蠢还是我们瞎？去死吧！你管这做手无缚鸡之力，他输的是凤凰吧？毕竟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，出来混多穿几层防弹衣不过分吧？凤翼，你这属实是有点过分稳健了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老子是职业杀手，看你也是天生神力，但4两拨千斤你听过没？接老子一招！4两拨千斤，那万斤你能拨吗？爷爷，我全招是陈留的世家派我们来的，他们不想曹大人当太守压在他们头上，求您宽大处理。行，说出幕后主使，我肯定对你宽大处理。看我做甚？我说了宽大处理，找了个这么宽大的地方埋他，是他自己理解错误罢了。凤翼，你的道德底线真的很灵活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见多识广。可知道天下有没有那种武艺极高、极其忠心的贴身护卫？贴身护卫，我这不仅有人选，而且他还被称为古之恶来。凤翼，你真有那种武艺超绝、忠心耿耿还不会带兵的护卫人选？当然，勇武绝对超一流，平民出身，为人忠厚。当护卫你放1万个心。快告诉我，此人是谁，在哪儿？你小子掉钱眼里了，100斤不能再多了。成交，他叫典韦，现在就在你陈留张先的残军里当个大头兵。我陈留竟有这等猛人！凤翼，你连天下英雄在哪儿都能算到。凤翼，铁板不要了，不怕再有人暗杀你？问题不大，里面还有防护。你这已经不是稳健了，你是真他妈怕死啊！凤翼，你这新宅子不小啊，快赶上我的太守府了。嗨，也就占地2、3亩，2000平米不到，一家人勉强能伸得开腿。我这人向来不铺张浪费，有个破烂小窝蜗居我就满足了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这张嘴真的很欠揍？一文一武，你小子艳福不浅。媳妇儿，岳父大人的风寒怎么样了？退烧了。杀！推出去烧了！夫君，你听错。笑死我了！比其娘之，老夫要宰了你个逆婿！我操！你们2个老六！孟德，你评评理，这小子给了1000斤聘礼，老夫还没捂热，他就唆使昭仪全给我薅走了不说，还搭上了老夫的棺材本，拿钱买了几百套民宅就算了，他竟然买了一堆铁匠铺和工匠，打铁能赚什么钱？老夫去街上卖字画都比他强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富婆相助，孔夫子撑不起我。岳父你老了，我这叫产业布局，我准备搞个流水线工厂，以后让你当厂长，你就等着数钱吧。碰上你算老夫晦气，什么狗屁厂长，能回本我就烧高香了。老曹，世人辱我、笑我、轻我，我都不悲伤，因为我知道我身后还有你。没错，我永远是你的坚实后盾。好兄弟，那以后陈留的官府铁矿打9折卖我呗。滚！合着你煽情半天在这等着我呢。苏将军可想死我们了！别诽谤啊！什么苏将军？老子是读圣贤书的军师祭酒，下次再叫错，我拿羽扇抽你们！今日我遭了刺杀，凤翼推荐了一位天下无双的猛将给我当护卫，据说就在咱们军中。超一流猛将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凤翼连军营都没来过，他怎么知道这儿有猛将？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多了。
就比如老曹以前在洛阳，最喜欢大半夜爬何进家院墙，偷看人家儿媳妇洗澡。他瞎说的，没这事儿。我操，这小子怎么连这都知道？我还寻思啥时候找机会把何贤要死，去纳隐士呢。军师，既然你说那猛将在军中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这就去寻来过两招。他叫典韦，原本是张庙部下，现在应该并入你袁让手下了。袁让如何？军中可真有此人？真有，而且据军法官说，此人在荥阳之战中独自一人斩杀了数十名西凉精锐，实乃盖世猛将。哈哈哈哈！天佑我曹孟德！袁让，快把典韦带上来见我！大兄，人带不上来了。为何？典韦3天前就已经从营里跑路了。你说啥？超一流猛将说跑就跑了？血亏呀！大兄，孟卓太守死后，那典韦因为吃的太多，担心大兄你抠门不给他吃饱，所以连夜跑路了。因为怕吃不饱跑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天下人得觉得我曹孟德多抠搜啊！快派人去找，只要他肯回来，我赏他万斤粮食，让他敞开肚皮吃。禀主公，属下找到他时，他正摁着这头老虎猛锤，硬生生把老虎给锤死了。他舍不得丢，就扛着一起来了。娘的，看我做什么？老子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军师。你文弱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如此雄壮威武，正是我要的护卫。俺听同乡说，您赏俺万斤粮食，还管饱饭。只要给饭吃，俺就保护您。来人，赏粮食万斤，以后你就叫老典，做我的贴身亲卫。老典，想当主公的护卫可没那么容易。我们进去说了，你武艺超群，敢不敢打上一场？打赢了，年年有肉吃。既然说到这个，那俺就不困了，你们随便上。太强了，这家伙简直不是人！还有谁？主公，军中最强者是谁？俺要挑战他！这位先生好生强壮，俺想挑战一番，不知可否赏脸？打起来！打起来！嚯！先生，你平时一般用啥武器？武器？哦，我一般拿到什么用什么，比如大点的棍子就很好。好，既然先生用棍子，那俺老典也用棍子。单手挥舞200斤旗杆，原来他刚才跟我们打，根本没尽全力。这玩意儿不错，一扫一大片，安全又方便。不会吧？他该不会是想……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可是几千斤的大树啊！我操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来，老典，让我们大干一场！大干一场？干个屁呀！在这棵树面前，老子就像一只苍蝇，他连苍蝇拍都举起来了，你让我拿头打呀？俺认输。敢问先生在军中身居何职？可是极其厉害的武功教头。嘿，我是咱们曹营的军师祭酒，是个文官。你是军师，那他们是啥？他们都是武将啊，就我一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。俺悟了，难怪人家说这年头军师都惹不得呀。累死老子了！武将一大堆，却连一个能独当一面的谋士都没有。这陈留的大小政务全压在我一个人头上，迟早要猝死。不行，凤仪拥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他肯定知道天下大才在哪儿，我必须去找他。走，老典，陪我去凤仪家里走一走，我要问问他哪有能人志士。主公，冒昧的问一句，您去找军师，那什么中介费准备好没？完了，苏扒皮又要大出血了。这一次，他到底会给我介绍个什么神仙大才啊？着急呀，你爹我迟早被你家这败家玩意儿气死。你可知道
爹爹，我最近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？爹爹怎么了？老夫打开钱袋，竟然连1文钱都看不到了，全被这小子给薅去买那堆破木头、破铁匠铺了。岳父，别慌，我已经跟老曹拿到了打折的官府铁矿，我向你保证，等我这件神器做出来，钱立马滚滚来。哼，少给老夫画大饼！你小子记住一句话：投资有风险。投资奉先？岳父，你疯了吧？我投资那3姓家奴干啥？岳父，这叫老爷摇摇椅，我专门为你发明的真皮沙发，你躺下试试，包你舒服。还真舒服，这感觉简直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要再来壶酒，听个曲儿，那就更完美了。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名士，真会享受。你小子还算有点笑。呸！差点上了你的当！别以为坐个破椅子就能抵债，我的棺材本必须还我！我养大个女儿容易吗？放心，实在不行，我手里还有个能号令天下的大宝贝，随便卖给哪个诸侯，保你下半辈子吃香喝辣。这特妈才叫生活，我那充其量只能叫苟活。难怪这小子死活不愿管事，这老年生活过得也太爽了。不好，这椅子能消磨人的斗志，此乃邪物。等会儿走的时候，我必须把他带回城主府，亲自镇压他。凤义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最近我忙于陈留政务，身边实在无人可用啊。所以你想让我帮你推荐治世安民的顶级文臣？知我者凤义也，你可有推荐？有，而且还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位，可比肩汉初张良的王佐之才。凤义，你倒是快说啊！那位可比肩张良的王佐之才到底是谁？告诉你也行。不过我最近得了一件至宝，正愁找不到买家呢。黑心中介，杀千刀的奸商，这特么不就是要情报中介费吗？嘿嘿嘿，这木头一看就来历不凡，有眼光。这木头被天雷劈过，用来雕刻效果一流，所以我给它取名叫雕雷老木。你出多少钱？什么狗屁雷击老木？哼！你当孟德是傻子，会花钱买你这块破木头？传闻雷击木辟邪，我出10斤买回去给闺女戴，如何？10斤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一口价100斤，拒绝还价。前几天买铁矿你还说亲兄弟打骨折，今天怎么就100斤了？亲兄弟明算账，1分钱1分货，100斤的情报就是100斤的质量。好，100斤就100斤，回头去城主府拿。一块烧焦的木头能卖100斤，老夫若是找根长杆子，站到屋顶上去引天雷劈木头，岂不是发大财了？你们聊，老夫去书房研究点引雷致富的大项目。钱也答应了，现在能说了吧？是谁？在哪儿？荀彧，字文若。100斤你就给我推荐荀彧？谁不知道他是王佐之才，还用得着你推荐？问题是颍川战乱，荀家高层早就跑没影了，我派人翻遍了颍川都没找到，你这不是纯纯骗钱吗？你们不知道在哪儿，但我知道啊。所以这100斤买荀彧的具体坐标，亏吗？凤义连颍川都没去过，
居然能算到荀彧的下落。这种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神鬼莫测之术，太恐怖了！快告诉我在哪儿！冀州，冀州，那可是韩馥的地盘，具体在冀州何方？若能请他出山，100斤确实血赚。具体坐标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我这儿还有一个买1送3的顶级谋士隐藏大礼包，老曹，你想不想要？老曹，别激动，你这样很容易被我牵着鼻子走的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又忍不住想坑你钱了。这小子居然还会反省，他人还怪好的嘞。100斤的怨气好像少了点儿，只要他别再坑我就行。尝尝我这酒。这黄酒，酒中带着一股极度狂暴的雄性骚气，加了大洋之物。内行，加了猛虎的纯阳精华，之前的虎腰和虎蛋我也磨成粉混进去了。荀彧是个极其聪明的人，别人还在洛阳争权夺利，他早就看出了危机，带着族人去了冀州的邺城，在韩馥的眼皮子底下隐居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韩馥和荀家是同乡，去那儿避难合情合理啊！哎，我这100斤亏大了。既然荀彧这么厉害，我能请得动他吗？哈哈，他隐居邺城，却时刻关注天下局势。你只需要把你刺杀董卓追击西凉军的事迹，再加上我和我岳父黄甫将军都投靠你的消息告诉他，再给他画大饼，他绝对跟你走。哈哈哈，凤翼啊，你简直是我的排忧解难神仙军师。若你不摆烂，我哪还需要去找别人？一直摆烂一直爽，当官就为了享受生活，人生不过100年，何苦那么累？唉，每个人追求不同，既然如此，我这就动身去邺城寻荀彧。我说老曹，你来一趟不顺我点东西，浑身难受是吧？你坑了我那么多钱，我顺你壶酒咋了？老曹，这就走了？我这儿可还有3个和荀彧、贾雨同等级别的顶尖谋士下落，你要不要？你说什么？和荀彧一个级别？而且一下就是3个？凤翼啊，你拿这个考验我这老干部，我怎么受得住考验啊？冒昧问一句，能打折吗？一下3个顶级大才，而且10成把握能挖到，我不涨价就算好的了。这也是我苏氏情报中介公司刚开张，开业大酬宾，加上你刚起步，不要你998，也不要你888，3个打包只卖你300斤，还不划算。不要我可卖给别人了啊！空手套白狼赚我300斤，但他妈3个王佐之才根本无法拒绝啊！300斤就300斤，成交！他们是谁？怎么着？痛快！小白，快去研墨拿支笔，我要起草价值300斤的欠条契约，不然我怕老曹等会儿知道招揽方法后会反悔砍我。老曹，亲兄弟明算账，签字画押，这3个顶尖谋士的消息就是你的了。哼，咋的？还怕我曹某人赖账？对啊，我怕你等会儿听完想打我，咱们办事还是敞亮点好。这3人分别叫戏志才、郭嘉、荀攸。好名字！快告诉我，这3人分别在哪儿？我该如何去请他们出山？哦，很简单，郭嘉和戏志才是荀彧的至交好友，荀攸是荀彧的侄子。你只要先挖到荀彧，然后让他写封信，这3人妥妥就来了。让荀彧写封信就好了。我操！感情你啥都不用干，就凭荀彧的面子，空手套白狼骗了老子400斤，老子没见过比你黑的奸商。今天你不就见到了？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！我不告诉你，你能找到荀彧吗？韩馥可已经去冀州了，去晚了就没你份儿了。老典，快醒醒，干活了！让我来吧。我操！俺好像梦见被人打了，这脸咋火辣辣的？老典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别怕别怕，谁敢打你？你肯定是侧着睡久了，脸部血液不循环。好兄弟，你人还怪好嘞！这特妈是什么极其不要脸的混蛋啊！这味道有酒香，还有股极其刺鼻的焦糊味儿。这小子在干嘛？这败家玩意儿肯定又在发疯酿酒，不干正事，天天研究怎么败光老夫的棺材本儿。哼，
你们现在笑我，等老子把这高度医用酒精提存出来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了。关上门，悄悄努力，我要惊艳所有人。这可是拯救千万伤兵生命、赚取天下诸侯暴利的超级神器呀！凤仪果然神算，荀彧真在此地。只要拿下他，我曹营的智囊团就彻底成型了。我曹孟德要螺旋起飞了！还请通报一声，陈留太守曹孟德特来拜会王佐之才，荀先生。文若，老乡来看你了。今日前来是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想请教你。文杰有功于这等大才辅佐，何须问我？如今董贼势大，天子受辱，原本出于我商量，要不要废了当今皇上，拥立幽州牧刘虞为新帝？你觉得这事儿能干吗？此事文杰没与公羽商议过吗？感情巨兽劝过了，这头猪根本不听啊！袁绍想立新帝是为了自己掌权，你韩服跟着瞎掺和什么？其实我心中已有决断。此人果真愚蠢，实非明主。老爷，门外有个自称陈留郡守，名叫曹操的人求见。曹操，他半路退出讨董联军，跑冀州来作甚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可失礼，某亲自去迎。好一个气度非凡的王佐之才，我曹孟德必得之。其貌不扬，却自带王霸之气和果决，天下大乱，或许这才是能匡扶汉室的主公。贵客远道而来，欲有失远迎，曹大人快请进。卧槽，他果然在这儿！凤仪城不欺我，这家伙肯定是来挖墙脚的。文姐在此啊，虎牢关一别，许久未见了。孟德啊，你不在前线作战，跑来冀州干嘛？哎，诸侯联军只顾饮酒作乐，止步不前。吾与张茂孤军深入追击董贼，惨遭伏击。如今张茂身死，我只能退守陈留。董贼不死，汉室不正。天子蒙辱，实乃我等臣子之罪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曹操孤军奋战，苦心救主。你韩馥带着10几万大军跑回来，还盘算着废帝立，你俩的格局简直差了10万8千里。既然文若有贵客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下次再来拜访。公羽，你怎么了？一直眨眼作甚？莫不是得了眼疾？哎呀，可是眼疾也不会引起咳嗽啊！你这病得不轻，你他妈才有病，你全家都有病！这猪脑子带不动，我是真的带不动了。文杰慢走，赶紧带公羽去看病吧。回见，回见。主公糊涂啊！老天爷将智慧撒满人间，唯独主公你撑了把伞。公羽何出此言呢？我怎么了？某人老远跑来，摆明了是来招揽某人的。主公你抢先一步到了，不仅不开口招募，还把舞台让给某人。哎呀，公羽多虑了，曹操才几块地盘，他怎么跟我冀州牧比？连我都招揽不到荀彧，他曹阿瞒岂能入得了文若的法眼？咱们还是赶紧回去，防着点袁绍和公孙瓒吧。我总感觉有刁民想害朕。俊义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荀彧为什么宁愿在家待业，也不愿辅佐主公了。先生莫急，只要你不吊死在一棵树上，就不会悲伤。我张合的人生信条就是打不过就跑，坚决不抵抗。只要我活得够久，熬死了吕布和那个叫苏云的，我就是天下第一。比其娘之，你还真是人间清醒啊！这一届的猪脑子主公和摆烂将军，我是真的带不动了。孟德公心怀汉室，让彧敬佩。若是让彧早些遇见孟德公，又何必来冀州避难呢？高山流水遇知音啊！文若操斗胆问一句，你可愿跟我一起去恢复那太平盛世？云有疑问。若有人因为救不出天子而选择废帝另立，怎么看？狼子野心，此等乱臣贼子与董卓何异？当诛！没有实力却想拥立新帝，无非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，皆是蠢材。哈哈哈！公之所言，正中御心。那些乱臣贼子，当诛！感谢孟德公赏识，彧愿追随明主，效犬马之劳。操得文若，如高祖得张良，真乃吾之子房也。文若，你可知百骑结营的苏云、苏凤仪？天下第一凶将，谁人不知？欲听闻他投在了主公麾下，想必主公定是将几万大军交与他统帅，让他独当一面吧。那个文若啊，他确实很猛，但他不是将军，而是我麾下的军师祭酒。啥？
天下第一猛将，在曹营当军师。我操，主公到底会不会用人啊？他让个2米高的莽夫当军师，那他带我这文弱书生回陈留，不会是让我去前线带兵打仗吧？文若，你听我说，我也不想他当军师啊，奈何他给的实在太多了。主公，玉还有一事不明，玉来冀州避难极隐秘，您远在陈留，是如何知道我在这儿的？哈哈，这全是我那算无一策的军师苏凤义算出来的。文若，我知道你离开颍川前曾对族人说过一句话：颍川四战之地也，天下有变，常为兵冲，宜急去之，无久留。主公，你真的是算到的，竟一字不差。我操，这种让人震惊于自己能力的感觉，太他妈爽了！400斤，这钱花得太值了。装逼如风，常伴无身啊！区区测算之术，雕虫小技罢了。主公，你这能力实在诡异。不过，你能知道我当初说的话，应该是听我荀家哪个族人说的吧？文若，我刚才又算了一下，我发现有3颗将星在颍川上空闪烁，而且与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哦，大白天的哪来的将星？可算出了他们的名字，只要说得出来，我拼了命也帮主公把他们弄来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一言为定。第一人名唤戏志才，第2人郭奉孝、郭嘉，这第3人正是你的侄儿荀攸、荀公达。敢问文若，这3人你可认识？主公神机妙算，玉彻底服了。这3人皆有惊天畏地之才，玉这就修书，将他们一并请来陈留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文若为我排忧解难，比某些只拿钱的黑心商人强多了。主公，既然你能算天机，那何不看看董卓何时死，汉室何时能复兴？哎呀，我哪知道凤仪又没告诉我这题的答案啊！哎，国运不可测，但文若要相信事在人为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就能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好，主公好志向。主公，起床没？欲陪您去城内和军营巡视一番。咦，主公怎么这副气色？抱歉，文若，昨夜操劳过度，忙着耕地呢，今早实在太累。没想到主公身居高位，尚且如此勤政，还亲自下地耕耘，玉实在是佩服啊！哎，这种事儿不亲自去做，总不能让别人帮忙吧？毕竟年纪大了，搁以前我哪里会觉得累？主公，看到您如此劳累，玉羞愧不已。主公若是今夜还需要耕地，您可以叫我，意愿为主公分担忧虑。虽然我不常下地，但和主公一起体验生活，又有何不可呢？我操！这文若看起来斯斯文文、一表人才的，居然是个衣冠禽兽！他居然想跟我一起耕我家的地！文若，我想了想，一起耕地这种事断然不行。你耕你的，我耕我的，切莫乱了规矩。主公不必当真，我这身体虽然不算弱小，但也确实耕不动的。唉，年纪轻轻就耕不动了，真惨。文若大义，回头我找凤义问问，他深谙此道，或许能让你重新强壮起来。将是好将，兵也是好兵，只是校场中央那棵干枯的粗大旱柳，为何倒在地上没人清理？哈哈哈，问得好！这棵树正是凤义和老典单挑时以一己之力倒拔出来的。倒拔垂杨柳，这怎么可能？人力岂能做到？先生，主公没骗你，俺亲眼看到的。全军留着这棵树，就是为了敬仰居师的勇力。主公，咱们曹营虽然有兵有地，但目前应该还没有定下合适的战略大方针吧？就像瞎子一样埋头乱撞。史玉苦思一夜，特意制定了一套崛起方案，只要主公按玉所说的走，必然能在这乱世站稳脚跟。那个文若啊，你可能白熬夜了。战略方针我们好像已经有了。什么？有了！不知是何等惊世骇俗的方针，
主公可否说来听听？主公，御以为我军当以内政为主，练兵为辅。咱们占据陈留，应暗中发展，静观天下局势，伺机而动。主公，可是我这方针不对，您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对，很对，我知道的。这不就是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吗？这就是我陈留的方针啊！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，仅仅9个字，居然将我熬夜苦思的战略总结得如此完美，而且更加高瞻远瞩。主公大才啊！没想到您竟早有如此完美的方针，倒是欲班门弄斧了。敢问主公，此等绝世战略是哪位大才所想？某必要去拜会一番。好不容易装个大逼，要是告诉你这都是那个肌肉莽夫凤翼说的，我以后还怎么在你们文官面前混？主公真乃神人也，心服口服。哎，文若啊，千万别跟武将们说，这乱世偶尔藏拙才是明哲保身之道。我说，咱仨确定要在这儿一直凹造型吗？这跟马戏团耍猴有什么区别？有这时间，咱们去风月雅所喝2杯不好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他妈也是第一次出来上班打卡。龚达有经验，他说怎么装就怎么装。哦，对了，回头去风月雅所记得带我一个。2位贤弟放心，为兄当年就是靠这手视觉欺骗之法，硬生生把自己的身价抬高了数倍。这年头的老板就喜欢咱们这种看起来高深莫测的，信我的，准没错。让3位先生久等了。曹有失远迎，今日得见3位大才，曹某3生有幸啊！看到没，信哥的准没错。瞧这老板，这逼格拉满了吧？见过孟德公，得4位大才，天下何愁不定？快，里面请，随我痛饮300杯。3位先生皆有惊天畏地之才，操厚颜恳求3位出山相助。有愿与叔叔文若一同为主公效力。我细致才乃罪臣之后，世人皆唾弃鄙袭。孟德公若不嫌弃，制裁！英雄不问出处。以后我曹孟德不仅是你的主公，更是你的知心好友。是为知己者死，某必呕心沥血，不负主公厚望。好，来人，上酒！今日不醉不归。凤啸，你呢？与兄弟们一起共事如何？图谋天下，我可没这闲情雅致。我的毕生梦想是画尽天下的极品女魔胭脂图。我今天来只是给荀大哥面子，过几天我打算去冀州投奔袁绍看看。你疯了！说好一起投奔的。此等大才不能为我主所用，便不能留。人各有志，操绝不强求，不得奉孝相辅，实乃操毕生之憾。若有疑问，操必言无不尽。曹公敞亮，那临走前问一句，此间可有顶级女魔乎？有，奉孝远道而来，我请客，去高雅教坊耍耍。曹公，其实我久闻你军中有一猛将叫苏云，听说他刚娶了天下第一才女蔡昭姬，就冲他这绝美的媳妇儿，哦不，就冲他的武力，快带我去见他。你他妈想死啊！他身高2米，能倒拔垂杨柳。你敢惦记他媳妇儿，他能把你手撕成碎片。